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这个事儿的主角啊，是咱们身边越来越常见的一个群体——暴走团。说起这个暴走团啊，您肯定不陌生啊，因为在傍晚时分呢，这个公园里啊，大路边总能看见一群大爷大妈呀，迈着整齐的步伐，这耳机里啊放着动次打次的音乐，那叫一个精神抖擞啊，气势如虹。说实话啊，我打心底里佩服他们的，因为这人上了年纪啊，最怕的就是天天闷在家里，看看电视，打打瞌睡，这身体机能啊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现在的大爷大妈们啊，自发组织起来，走出家门，甩开膀子，每天呢走上个12800步，这身体能不好吗？这绝对是好事啊！利国利民，自己健康了，儿女少操心嘛，给社会啊减轻多大负担啊！但是啊，这个好事呢，要是做的过了火啊，有时候啊就容易变味儿了。咱们今天要唠的这件事啊，就是让这个本来挺正能量的暴走团啊，一下子走到了风口浪尖上。事情啊是发生在辽宁朝阳，7月15号，在当地一座叫灵凤大桥的桥上啊，一支庞大的暴走团队伍正占据着道路中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的每日任务。这上百号人呀，着装统一，口号嘹亮，跟阅兵似的呀，精气神那是真足。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远处呢就传来了哇呜哇呜的声音，两辆红的扎眼的消防车，后头啊还跟着一辆白的亮眼的救护车，闪着这个警灯啊，从桥的另一头开了过来。朋友们，那如果你在这个马路上走着啊，那后面来了这种闪着灯的消防车、救护车，那你怎么办呢？这还用问吗？甭管3七21啊，赶紧往边上让啊！这都是救命的车，那耽误1秒钟，可能就是一条人命啊，一场火灾啊！这是咱刻在骨子里的共识，对不对？哎，别说是人了，那车啊都得给他让行。这消防车司机一看，好家伙，前面这么大一阵仗，司机师傅也懂事，没有鸣笛催促，而是老早就减了速，慢慢的往这个左边靠，想着从这个旁边挤过去。哎，按理说吧，这个车都让到这个份儿上了，您这个队伍啊，那稍微往这个旁边挪个1小步，不就海阔天空？你好，我好，大家好了吗？可是呢，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啊，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你猜怎么着？这暴走团啊，愣是跟没看见一样。这队伍啊，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步伐一点都没乱，队形啊，那叫一个完美。别说让路了啊，连这个扭头看眼儿人家都没有，他们就那么从容不迫的继续在路中间摇着胳膊，迈着大步。消防车啊被逼停了，只能无奈在后面等着。这后面的救护车司机啊，可能是真的有点急事儿，或者是性子有点急吧。这个眼瞅着消防车过不去啊，就往前凑，打着这个远近光灯，那意思就是大哥大姐们行行好，让个道呗。结果呢，暴走团是真硬核，救护车都快贴到这个队伍的屁股了，人家愣是寸步不让。那场面啊，就跟这个电影里似的啊，一边是急得火上房的救命车，这一边呢是气定神闲的健身团，哎，就这么僵持住了。这挡住车的它不是石头，不是墙，是活生生的人呀。那只要每个人啊稍微往那个旁边挪个半米，这3辆车啊就可以嗖的一下都过去了。可是整整过了2分钟啊，愣是没有一个人动弹。这大爷大妈们啊还在那儿有说有笑，蹦蹦跳跳，好像那个闪烁的这个警灯啊是给他们伴舞的霓虹灯一样。这中间啊就没有一个明白人出来喊一嗓子，大家让一让。反倒是这个救护车啊，被逼得没有办法，连连后退，哎，想换个道，结果把整个大桥都给堵死了，僵持还在继续。那又过了大概2分钟，也不知道是谁跟谁谈判了，还是怎么着，哎，反正最后的结果是救护车认怂了。你没听错啊，是救护车往前开了一点，然后呢停在这个路边，把这个路啊给让了出来。然后咱们这支胜利之士啊，暴走团在这个领队大姐的带领下，举着带广告的小旗子，昂首挺胸的从救护车旁边浩浩荡荡的走了过去。那姿态啊，那叫一个优雅且从容。他们就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啊，这队伍啊整整齐齐，目不斜视，连眼角的余光都没有分给那3辆急救车，就这么过去了。那这段视频呢就被人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好家伙呀，那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这评论区啊直接就炸锅了，网友们说啥的都有啊。这是健身还是霸气啊？马路是你家开的，锻炼身体把这个脑子练糊涂了吗？连消防车、救护车都敢拦，这素质啊，这是给老年人集体抹黑。我支持大爷大妈的锻炼，但是我鄙视这种行为。这事儿闹得有多大呢？连这个人民日报都看不下去了，亲自下场点名批评。
话说得很重啊，大概意思就是尊老爱幼啊是美德，但是尊重它是相互的。像您这种健身呢，晚几分钟又能怎么样呢？为了保持这个队形，连这个救命车都敢拦，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甚至都可能涉嫌违法。那事情到了这一步啊，按理说该是这个暴走团这边出来道个歉，表个态啊，这事儿也就翻篇了。你别说啊，暴走团的领队，咱就叫他王姐吧，还真就出来回应了。可是他这一开口，非但没有平息大家的怒火，反而是火上浇油，让大伙儿更加来气了。这王姐是怎么说的呢？她一上来就先澄清了一个事实，她说那天的3辆车根本就不是出什么紧急任务的，他们就是备勤状态。那备勤是啥意思呢？就是待命，没有任务，在这个外面溜达。这王姐的意思是，既然你不是去救火救人，那你就是普通车，凭啥让我们给让路？接着呢，这个王姐又说了第二个理由，她说我们当时走的是非机动车道，是专门给人走的。我们100多号人呀，这个队伍拉得老长了，万一让路的时候车把我们哪个队员给刮了碰了，谁负责呢？那我是作为领队的呀，首先我要保证我这个队员的安全。您听听这个话这话里话外那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歉意啊，反而觉得自个儿委屈的不行。我们100多号人呢，你们就3辆车啊，你们让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啊。这话一出啊，这个网友们就更不干了。就算人家是备勤，那也是特种车辆啊，这万一就在下一秒接到的任务呢？这非机动车道就了不起啦，非机动车道就能堵死不让路啦。当地的派出所也很快介入了，这个警察的看法也比较中立，但是也指出了问题啊。他们说这个事啊，主要还是素养问题。其实说白了啊，就是做人做事啊得讲究。虽然不一定它构成多严重的违法，但肯定是不对的呀。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必须得批评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啊，这个特种车辆必须避让。看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已经盖棺定论了？暴走团不对，必须批评。别急啊，好戏才刚刚开始。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暴走团理亏的时候一位律师从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角度对这件事进行了解读。他的观点嘿，你还别说，直接来了180度大转弯。他说这也是咱们可能都错怪暴走团了。这位律师是这么分析的，他说咱们国家的法律是写的清清楚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享有优先通行权，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大家注意这几个关键字执行紧急任务时，什么叫执行紧急任务就是警灯爆闪、警报拉满，那才叫执行紧急任务。这律师说了如果这些车辆没有在执行紧急任务只是在日常的巡逻或者是备勤，那他们就不享有这个优先通行权，他们就得跟普通社会车辆一样遵守正常的交通规则。其中有一条就叫机动车礼让行人。现在咱们再回过头看这件事第一，这个暴走团的领队王姐说了，她事先了解过那3辆车是备勤的状态不是出什么紧急任务。这个说法呢，虽然我们没法立刻证实，但是咱们先假设它就是真的这第二呢，这王姐也说了他们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好，那这两点结合到一起看，在非机动车道上，一群行人就是这个暴走团正在行走，后面呢来了3辆没有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机动车，就是这个消防车和救护车。那按照车让人的原则，应该是谁让谁按照这位律师的解读还真的应该是车让人。但是说实话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那不管是什么车我肯定会让车先过的。毕竟这个人挪下比这个车挪下更容易更快嘛，更何况还是这个救护车和消防车。这总而言之呢，中国的大爷大妈是真的不太好对付。之前就有过霸占篮球场不让人打球的事儿嘛，还有过这个暴走团走在这个机动车道被车撞的事儿。我想问问大家，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国外会怎么处理呢？这本来是一件板上钉钉没素质的事件，怎么从这个律师法律角度一看，好像还挺有道理的。那这位律师进一步分析说，咱们得佩服这位暴走团的领队王姐他作为100多号人的总指挥这脑子是非常清楚他没有被这个闪烁的警灯吓住，而是非常冷静和理智的判断了情况，然后呢做出了一个在法律框架内对自己团队最有利最安全的决策。我们不让，我们先走。他这是在行使自己合法的权利，有什么错呢？那他身上也是背了100多条人命的安全责任
而且呢，这个王姐在回应里也补充了一句啊，她说如果当时真的是去救火或者是水里面捞人，那别说是让道了啊，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第一个就冲上去帮忙，这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我们懂。你看这事一下子就变得复杂了，它变成了一个情理和法理的冲突。那从这个情理上讲啊，看见救命车不管3七21让，这是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朴素的道德观。那万一呢？万一要是耽误了怎么办呀？这种风险谁也担不起嘛。但是从这个法理上讲，那如果事实真如王姐所说，这3辆车它确实只是在备勤，那暴走团的行为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他们没有违法只是在行使自己的路权。那位王姐呢，甚至可以说是一位懂法用法保护团队的合格领导。所以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当这个暴走团昂首挺胸的从救护车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可能想的根本不是我们胜利了，而是我们呢是按规矩办事的，我们有理，所以他们才能走得那么优雅且从容。这件事呢，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咱们现代社会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一方面是这个老年人强身健体的强烈需求和他们抱团取暖的社交方式，这另外一方面是公共资源的紧张和不同群体之间的路权冲突。更深一层呢，是咱们常说的公序良俗和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之间，有时候它就存在那么一点点的灰色地带。所以这事儿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呢，咱们锻炼身体是好事，但是一定要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那咱们的权利也得在尊重公共秩序的框架内行使。说到底嘛，和谐社会靠的不是谁嗓门大谁有理，而是大家伙都退个一小步，互相理解互相体谅，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